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鸭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的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13季第2集。今天小贤银仔错过了校车，只好坐辛巴车去学校。他着实不是一个称职的司机，不仅在车上鬼哭狼嚎，还为了赢得电视放送40美元，把两孩子随便扔在了大马路上。不过他们也不着急，慢悠慢悠的向学校走去。路过甜圈专卖店的时候，小新认出了停在外面的巡逻车，凑近一看，里面执法工具应有尽有。警车对于小新来说并不陌生，但他也只坐过后排，没有体验过前排。于是银仔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但小新就是小新。银仔还在外面观望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坐上驾驶位。紧接着，银仔也上了车，车上的一切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新奇的。不过比起银仔感兴趣的案例，小新还对扩音器更感兴趣。正好此时，弗兰德从警车前面经过，小新拿着扩音器狐假虎威，让弗兰德又是举起手来，又是跳草裙舞，将他好好的戏耍了一番。恶作剧得逞，两位小朋友正高兴呢，一声犬吠打断他们的笑声。谁能想到警车后座还有一只警犬？甜圈店里的警长也听到了声音，马上拿出对讲机呼叫警车内部。他的话显然对局势毫无帮助。眼见警犬朝自己越逼越近，慌乱之中，小新不小心启动了车子。这下警犬安静了，车子在街道上蛇行走位，眼看就要撞上前面的热汤车。还好眼睛仔一个急转，驶向了旁边的野餐会。此时裁判正向运动员们推销奖杯，不料警车冲了出来，幸好运动员们的实力不错，才逃过一劫。不过奖杯嘛，最后就落在了流浪汉的手里。警车也终于撞在树上停了下来，警长一手一个将两闯祸精抓了出来。小新闯祸对谁来说都是家常便饭，所以全家人来法庭的时候并没有当回事儿。法官先审判的是眼镜仔，父亲的说情加上他本身就擅长认错，舍奈德法官并没有为难，就将案件撤销了。观看了眼镜仔的判决经过，小新觉得施奈德还是很好对付的。他带上十字架，无所畏惧走到了法官面前。得知小新是偷吃案的主谋，施奈德有些生气。不过当他看到他展示十字架时，施奈德的语气软了下来。不料还没有等到他宣判结果，计时器响了，看样子到他休假的时间了。代替他的是一位面露凶相女法官康斯坦斯。与施奈德的小丑新物不同的是，他的新物是一个小型断头台。这下小新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法官得知辛巴为了40美元就丢下自己的儿子不管，有些生气，但辛巴丝毫没有发现气氛不太对，还在一旁对着法官耍嘴皮子。当然他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。为了能够让辛巴严加管教自己的孩子，法官让人用链子将父子俩连在了一起。很显然父子俩都不满意这个惩罚。小新个人觉得那个法官无权这样对待他们，但新小妹告诉他，创意判决最近很流行，所以克林顿也成了家里的邮递员。新妈安慰道，也许这会很有趣呢。接着他悄悄嘱咐小新，不要忘记给辛巴吃情绪抑制药，这药的效果确实非同凡响，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开始。这节是小爱的语法课，课堂一开始，辛巴就在台下嚷嚷无聊，小爱让他安静下来吧。他还不服气，说孩子们永远都用不上这些玩意儿。小爱不想在他身上浪费时间，直接让辛巴继续睡觉。谁知他就算睡着了都不安神，呼噜声被小新用鞋子止住了，他又张牙舞爪的梦惊。接下来是棒球时间，因为辛巴的正确指挥，小新接住了小胖子扔来的球。接下来就是跑垒，因为跑步确实不是辛巴的强项，为了取得胜利，小新直接拖着老爸前进。最后的结果是他终于实现了本垒打，但是辛巴被磨成了雪人。白天需要陪儿子上学，辛巴的上班时间就挪到了晚上。以前是一个人摸鱼，现在是2个人一起摸鱼。虽然他们依然连接在一起，但彼此似乎都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抗拒。在24小时的亲密接触下，辛巴对儿子了解了不少。就在小新感叹这条链子为他们带来好运的时候，一个眼错不见，两人就来了个对碰。对于辛巴来说，没有什么是啤酒解决不了的。没成想老谋子这么有原则，不许酒吧有小孩子，于是小新就被关在了门外，还借鉴导致辛巴失去了一条裤子。电视台采访了这位新法官，在他看来，孩子们正在学坏，而且他将责任归到了不打孩子的父母身上。在节目最后，他威胁各位家长，如果再不好好管教孩子，就会被戴上链子。这下连新妈都不满了，他认为这女法官一定没有过孩子，当然他是从胸部判断出来的。不过新小妹却觉得对小新持续的管教是有好处的，还认为小新有机会成为优等生。如果辛巴能控制在课堂上梦惊，辛巴表示这个假设不能成立。这时小新准备起身上厕所，辛巴不知从哪里抽出一个瓶子，让儿子就地解决。眼见父子俩又要发生矛盾，辛妈生气让丈夫陪着去厕所。夜晚，辛巴辛妈在床上亲热，小新就趴在一旁的地上写作业。辛巴觉得只要将儿子的头盖住，就能够自欺欺人，掩耳盗铃，但辛妈却拒绝在孩子面前过于亲密。辛巴还想劝说妻子继续，小新也站起来出言阻止父亲，大人说话哪有小孩子插嘴的份？辛巴当即就让儿子闭嘴，但小新也不是好惹的，挥起自己的手就让辛巴自己打自己。于是父子俩就正式开战了。辛巴受不了了，他宁愿去睡浴缸。然而他走后，战争升级，看两方架势都是要把
对方往死里整。这时，辛巴拿着刀冲了进来，手起刀落，他斩断了这条链子。重获自由的辛巴在房间里欢呼雀跃，正让他仰天长啸的时候，一个声音冷不丁在他身上响起。没想到法官竟然能透过光线看到他们。得知事情的始末之后，这位女法官怒火，刀将光线给融化了。法庭上，法官十分严厉看着辛巴辛妈。就他了解到事实来看，他认为辛巴辛妈都难辞其咎。法官对他们的第一个惩罚就是承认自己是糟糕的父母。辛巴倒毫不犹豫地说了出来，但辛妈不同意，这是他最在意的事。他不认为自己是糟糕的父母。然而法官也毫不退让，大有逼迫辛妈必须如此的架势。这下可把他给惹火了。辛妈直接走上前，当面与法官对线。他认为法官此举是在仗势欺人。虽然面对着威胁，但辛妈依然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话。他觉得法官对惩罚他人乐此不疲，而且还根本看不到他们有多爱孩子们。他表示自己没有丝毫不敬的意思，但他们的确不是一对糟糕的父母。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链条能够让他承认这一点。法官似乎在好好斟酌辛妈的话，但其实他根本没有听进去，因为在走出法庭的时候，辛巴辛妈的肩上已经扛上重重的枷锁。现在就连辛妈也忍不住开始爆粗口了。这两副枷锁带的不便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。辛小妹在厨房看着为洗碗发愁的父母，忍不住跑去质问小辛：明明是你闯的祸，却让爸爸妈妈接受惩罚，你的良心过得去吗？小辛享受的喝着可乐，没有丝毫悔恨地说：是啊，这简直太糟糕了。辛小妹想着哥哥为他们做些什么，但这哪有电视好看呢？辛爸辛妈彻底沦为了全镇的笑柄。法官让他们站在街边，供来往的人们能从车里打他们屁股。这不，马上就来了一辆车，他们用手打也就算了，小胖子竟然直接拿了根电线。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，辛巴忍不住抱怨，只要辛妈愿意承认自己是糟糕的母亲，他们就能够摆脱枷锁。辛妈却不同意丈夫的观点，她认为这是原则问题，而且希望辛巴能够支持自己。望着妻子期盼的目光，辛巴同意了。他表示是时候去面对那个胸部坚挺的法官了。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摆脱枷锁。他们来到弗兰德家，在辛巴帮辛妈摆脱束缚的时候，被弗兰德发现了。其他倒没什么，就是这新发型还挺别致的。接着他用弗兰德带的蜡烛烤坏自己身上的枷锁。夜黑风高，是时候展开报复行动了。辛巴辛妈换上了小偷的衣服。辛巴看过法官的地址后，两人就开始朝那个方向摸索着前进。没想到这法官并不住在陆地上，而住在船屋里。辛巴都觉得自己要崇拜他了，还是辛妈提醒他才找回自己的目标。谁知他们俩刚攀上防护网，警察就将光打在他们身上，于是只好退下来，用接吻掩盖。夫妻档行动就是好啊！警察们很快又打消对他们的怀疑。等到警察走后，两人又开始行动。其实他们的报复并不算过分，只是将一个写有超级刻薄鬼的条幅钉在他家的房门上。就在他们准备撤退的时候，一只海豹扑上来，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他的叫声惊动了屋内的康斯坦斯。通过海豹指路，康斯坦斯不断向辛巴辛妈的躲藏地靠近。情急之下，辛巴朝他扔了一块煤渣砖。康斯坦斯倒是没事，不过房屋被砸了一个窟窿，他的房子就这样沉了底。一瞬间房子没了，愤怒直接让他扳断了手电筒。紧接着就迎来了对辛普森家第3次审判。康斯坦斯对于祖母给自己织的被子沉默了，发了雷霆之怒。现在他们对于辛爸辛妈的判定不只是糟糕的父母，还是暴力罪犯。他要将他们关到青蛙会算分数为止。就在辛爸辛妈即将被带走的时候，小辛站了出来，他那可怜的神情打动了法官，让他想起了自己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。小辛告诉法官，当自己的父母并不容易，因为他总是在学校闯祸，还经常犯法。但如果自己长大后能够成为一个还算可以的人，那一定就是爸爸妈妈的功劳。其他人也许早就已经放弃了他，但父母永远不会。一旁的蛇男也挺感动，不过他还是比较关注法官说自己曾是个男的。小辛告诉法官，要惩罚就惩罚他。康斯坦斯满足了他这个请求，宣判小辛进少管所5年。不过就在他即将落下法锤的时候，施耐德休假回来了，他夺下了法锤。康斯坦斯还想着让自己的话产生法律效力，但施耐德态度也很强硬，他表示自己已经摆上小丑信物。等到康斯坦斯离开，辛小妹对施耐德说，刚才正要宣布他的哥哥无罪。施耐德没有犹豫，挑下法锤表示同意，案件取消。这下全家人终于又可以安心过日子了。在车上，辛妈希望大家都能够保证1整年都不再犯法。不料刚说没多久，辛巴就压到了人，但他还能够站起来走路，应该可以忽略不计吧。法律对生活的渗透无处不在，它意味着公平与正义，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。法官作为法律的代言人，他不仅代表了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，还背负了作为一个人对当事人的同理心。康斯坦斯作为代班法官，能看得出他希望孩子们变得更好，甚至最后将辛巴和小辛绑在一起，也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积极作用。但自从辛巴反抗之后，他开始变得为了惩罚而惩罚。法律的权威并
并不代表法官个人的权威，倚仗自己的身份，通过暴力的手段打压别人，得到的只能是以暴力对抗暴力，关闭民反，就让水浒英雄所走上的道路。好在施耐德的回归，让康斯坦斯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，但他利用法律让别人屈服的手段，也许永远不会在他职业生涯中终结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。